你是否曾在小说中看到过这样的情节？一些人物因为体内被加上了封印，尽管他们拼尽全力，能力始终无法完全展现。然而，在某个偶然的机缘下，封印被解开，他们的力量瞬间爆发，成为了无敌的存在。这样一个设定看似奇幻，但如果我告诉你，每个人身上也可能有类似的封印呢？这些封印并不神秘，而是深藏在我们的内心，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情绪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这种封印或许并非如小说中那样通过某种神秘的力量加在我们身上，而是由我们自身的成长过程、环境、社会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交织形成的无形障碍。封印的存在和影响几乎是潜移默化的，它们并不会在一开始显现出来，反而是随着我们对生活、情感、成功与失败的看法逐渐建立起的思维模式。这种思维模式让我们对自己产生限制，认为自己的潜力和能力受到外部条件的束缚，从而无法发挥到极致。而这种潜力一旦解开封印，便如洪水般涌现出来，改变整个生命轨迹。封印的本质其实是限制我们的能力和潜力。每个人身上甚至可能不止一道封印，这些封印并非某种外力所加，而是我们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由外界环境、社会期望、文化规范等因素逐渐塑造的思维和情感模式。它们限制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，如何理解世界，甚至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打破这些封印是释放自我潜力的第一步。人类常常在无意识中接受社会的标准和文化的框架，而这些标准和框架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们的人格和价值观。例如，从小到大的教育、家庭甚至媒体都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应该做的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成功的。这些外在的声音和影响构成了我们心中一套不容挑战的规则系统。我们可能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疑虑，认为自己并不够好，无法达成那些应当的目标。这种内心的自我封印恰恰源于我们对外界标准的过度依赖。我们常常认为自己的情绪和生活状态是由内心深处的原因所决定的，但事实上，它们很大程度上与外界的变化息息相关。你曾因失去一段爱情、失去一份工作或遭遇一次失败而感到沮丧吗？或许在你得到了新的机会，事业顺利时，又会重新感到振奋和开心。这其实是一个外物引发的情绪波动的典型例子。我们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，但我们从未意识到自己早已被外物所束缚，情绪的起伏已经不再完全掌控在我们自己手中。从外界的得失中寻求情绪上的满足，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行为。我们常常依赖外部的认可来验证自己的存在和价值。比如，当我们收到他人的称赞时，我们感到自己被肯定，从而产生快乐和满足。而一旦失去这种外部的肯定或遭遇批评时，我们又感到自卑、焦虑甚至愤怒。
这种情绪波动的来源并非内在的力量，而是完全取决于外部因素。因此，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控自己的情绪，我们的情感世界被外物主宰，成了外部变化的附庸。这种依赖外物的情感模式，就是我们身上最为根深蒂固的一道封印。我们的情绪常常被外界的得失所牵引，收获爱情、财富或权势时，我们会觉得自己是成功的，而一旦失去这些东西，我们的情绪就陷入低谷。这种依赖外界、外物决定我们情绪的方式，使我们逐渐变得没有独立性，成为外物的奴隶。我们对外界的依赖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束缚，它表现为我们过度关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，过度在意物质的得失，过度在意自己是否符合社会期望。而这种依赖的根本原因，往往是我们对内在力量的忽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我们的情感和生活不应当由外物来决定，真正的力量来自内心深处。通过解开这道封印，我们才能找到情感的自由，脱离外物的控制，实现内在的独立与自主。当我们发现情绪波动时，往往会去寻求外界的解决办法。心理学专家会建议我们学会放松，转移注意力，学会看淡得失，甚至去寻求药物帮助。这些方法或许会在短期内让我们感到有所缓解，但它们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因为封印依然存在，它深深束缚着我们的内心。我们可以暂时避开情绪的风暴，但如果没有冲破这个封印，我们就无法真正摆脱情绪的困扰。情绪管理是一门很重要的技能，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，焦虑、压力等情绪问题似乎成为了普遍现象。许多人通过冥想、瑜伽、心理咨询等方式来缓解情绪，虽然这些方法在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，但它们往往只能治标不治本。当我们遇到情绪波动时，我们往往会采取一种避开的方式，去暂时减轻不适感，却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。我们可能会告诉自己要放松，或者不要太在意，但这种自我安慰和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不能真正解决内心的封印。封印深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，直到我们觉察到它并主动去改变，它才有可能被打破。真正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自我觉察，找到内心的源头。封印的实质就是将我们的灵魂与外物深深捆绑在一起，而要打破这种封印，首先必须从内心开始。我们需要主动与外物解绑，意识到我们并不是这些外物的附庸。我们的情绪、思想和生活状态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，而非由外界的得失所左右。这种内在的觉察和解放，是我们突破封印的第一步。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，我们的情绪不应由外界的评价和物质的得失所主宰。只有当我们不再为外界的评价而活，不再把自己的情绪寄托在外物上时，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内心的自由。这个过程并不简单，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觉察自己的内心，认识到自己对外物的依赖，并学会逐步放下这些依赖，
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自我内心的成长与提升上。每个人的内心都蕴藏着强大的能量，只是被封闭在不为人知的地方。只有当我们觉察到这些潜能，并努力解开它们，我们才会发现自己有着无限的可能性。就像麻雀虽小，但它的内心也许隐藏着飞翔的雄鹰或凤凰的力量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真正的伟大并不在于外界如何评价我们，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发现并激发出内心深处的那股力量。每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和潜力，只是我们常常未能察觉。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平凡、普通，甚至认为自己无法实现某些目标，但这些想法往往只是封印的一部分。真正的力量来自内心的觉醒。当我们敢于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面貌，释放那些被压抑的梦想和激情时，我们便能感受到那股来自灵魂深处的力量。这股力量不会轻易显现，它需要我们通过深度的自我探索与修行去发现和激发它。当我们认识到自己不只是外物的附庸，而是具备无限可能的存在时，我们的潜力便会如泉涌般涌现。然而，在三维世界中，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往往是时间的束缚。时间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紧迫和有限，常常让我们无法从容地面对当下。历史上，爱因斯坦提出了超光速理论，认为如果能够突破光速的限制，时间将会倒流。而佛陀则指出，如果我们能够活在当下，时间的束缚也会消失。两者的共同点都在于解开时间的封印，打破三维世界的限制。爱因斯坦的超光速理论虽然在科技层面尚未实现，但他提出了一种突破物理束缚的可能性。如果能够超越光速，那么时间便可以倒流，我们也许能够逃离三维空间的局限。佛陀的教义则是另一种方式，通过活在当下，让时间在我们的意识中消失。这两种思路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人类如何摆脱时间的束缚，进入更高维度的存在。事实上，时间的限制一直困扰着我们每个人，在我们不经意间，它已成为一种潜藏的封印，使我们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发挥我们的潜能。而活在当下的意义，并非仅仅是指此刻或现在，它更深层次的含义是，当我们放下对过去的执念，不再为未来的忧虑所困，真正专注于眼前的一刻时，内心便会获得一种超脱的状态。此时，我们的意识就会进入一种空性状态，完全与外物脱离，回归到最纯粹的存在。这种状态下，内心不再有对未来的焦虑，也没有对过去的遗憾，所有的情绪和思维都得到释放，思维变得清晰而自由。我们会发现，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当下中，才能找到真正的力量和创造力。通过打破时间的枷锁，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存在状态。这个状态下的我们，既不受过去经历的束缚，也不被未来的期望所压迫。我们能真正感受到自己内在的潜力，无论是智慧、创造力还是直觉，都会自然流露出来。在这一刻，
我们仿佛超越了时间，回到了生命的本源。这正是许多伟大思想家和艺术家所追求的境界。他们通过不断的自我修行，打破认知的桎梏，最终达到了与宇宙和内心深处的能量相连接的状态。在这个空性状态下，我们能够更好地感知和接收外界的信息和能量，就像是管道一样，我们的身体和思想成为了信息和灵感的传递通道。通过这种状态，我们能够与更高维度的能量连接，获取超越三维世界的智慧与力量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伟大的创新和成就，并非来自努力本身，而是来自某种外在的启示或灵感。这些灵感的来源并非来自我们的意识，而是来自更高维度的能量场。我们只需要打破限制自己认知的封印，打开内心的管道，才能接收到这种能量，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成就。比如说，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往往都有过灵光一现的经历，他们在特定的时刻突然获得了灵感，这种灵感可能改变了他们的创作方向或科研路径。科学的突破，艺术的革新，往往不是凭借常规的努力或推理得来的，而是源自于某种更高层次的意识流动。这种流动是源自于我们内在潜能的释放，也是源自于打破了自我限制和封印的状态。但要实现这一点，我们需要彻底打破固有的认知框架。我们需要在思维上进行重构，超越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认知，学会放下固守的观点和偏见。许多人之所以无法突破自己的局限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已经固化，对事物的理解已经变成了一种常识，而常识本身往往是人类认知的禁锢，它局限了我们思考的范围和视角。只有当我们放下这些固有的认知，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，接触到更多的可能性。李小龙曾说过，你学到一样东西，就会失去一样东西。这句话正是揭示了认知的局限性。每学到一个新的技能或知识，我们的思维会被这个技能或知识框住，而失去某些灵性和自由。因此，李小龙提倡的忘掉学到的东西，其实是在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智慧来自于忘却已有的认知束缚，以一种空灵的心态去感知和理解世界。这种空灵的心态，就是我们打破认知封印的关键。认知固然重要，但它不能成为我们的束缚。我们需要超越认知，回归到最原始、最本能的状态。正如爱因斯坦所说，真正的智慧并不是从一堆知识中获得，而是能够从这些知识中解放出来，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只有当我们摒弃了自己固守的观点和偏见，我们才能真正接触到更高层次的智慧和能量。这时，我们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，拥有无限的创造力和潜力。真正的智慧和力量，不是来自外界的得失，而是来自于我们对自身内在潜力的觉醒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都拥有着巨大的潜能。封印让我们失去了对这些潜能的认知，而当我们打破封印，
重新找回自己的内在力量时，我们便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成就非凡的事业。无论是艺术家、科学家、哲学家，还是普通人，他们的伟大并非来自外界的认同，而是来自于他们内心深处的力量。那些曾经取得非凡成就的人，往往都有过一种共同的体验，那就是他们在某一时刻觉醒了，突破了自我设限的框架，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意识状态。他们从高维的能量场中汲取灵感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。最后，如何突破封印，唤醒自己的内在力量？首先，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被封印的存在。封印并非外在的压迫，而是我们内心的认知和情感模式所形成的限制。通过自我觉察、冥想、反思和修行，我们能够逐渐打破这些限制，释放出内在的力量。当我们摆脱了对外物的依赖，不再为外界的得失而动摇时，我们便能够真正解锁自己的潜能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。解开封印的过程是一场深刻的修行，也是通向自由与创造力的旅程。通过修行，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内心的平静与智慧，更可以打破现实中的种种束缚，实现自我超越，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。当我们真正理解并实现这一点时，我们的生命将变得更加丰富、自由、有力，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属于我们的伟大成就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